选择一所适合的学校非常重要，孩子上学是家长最关心的事情。多花钱就能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吗？首先是语言环境，孩子是6年级转学来的，出国之前已经有一定的英文基础，对英语教学呢也就更容易适应和切换。其次，这里的国际学校的收费呢，我们可以承担。我们希望他能够接受国际化的教育，与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交流，拓宽视野。第三，就是让孩子在未来呢能够更有竞争力，拥有更多的可能性。使用英语教学的大学，可选的范围也就更广泛。而且当时英国还没有脱欧，英国大学对于欧盟的学生收费是相对便宜的，跟本国一样。第四，我们的英语也还不错，这样和学校呢和其他的家长沟通起来呢就比较方便，也比较容易。再有就是葡萄牙的就业率和它的工资水平并不理想，孩子未来还是要走出去。我们刚到葡萄牙的时候，正好是经济低迷期，人比较少，所以录取呢就比较容易。现在热门的国际学校呢，没有当时那么容易了。我知道入学的时间节点也是挺重要的，比如最低入学年龄2-3岁，入学就会比较容易。在小学升初中，也就是我们国内的5年级升6年级，学校会扩充班级的招生，也会有更多的机会。当然，如果孩子足够优秀，家庭足够有实力，都会有很好的结果，也会有很好的机会。另外，也可以换一种思路，如果孩子年纪较小，也可以考虑呢，先入读葡萄牙的私立小学，然后再去找合适的机会转入国际学校。将葡萄牙语呢视为母语学习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毕竟葡萄牙语是世界上第5大语言，约有2.4亿人在使用。此外，葡萄牙语与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、法语等都属于拉丁语系，语言相近，因此掌握其中一门以后呢，在学习其他的语言也就会更加容易。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未来的工作中，掌握多种语言肯定更有优势。初来乍到，葡萄牙的国际学校怎么选呢？我觉得在国内靠人脉，到了国外，尤其是新移民，来到这种非主流的国家，自理很重要。除了多所英语教学的国际学校以外，葡萄牙还有德语、法语等国际学校。根据我们的切身体会，主要来说说英语教学的学校。这里的英语国际学校呢，主要分为英式和美式。当时在里斯本的周边也就只有5-6所，他们多数都涵盖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所有年级。入学后如果不转学，都可以本校直升，直至高中毕业，期间没有任何的小升初以及中考的困扰。最后2年呢，读 IB 课程，这个课程在考取任何的大学时都是基本被承认的。如何选择具体的学校呢？我觉得，在很少的选择里，科学分析，遵从内心特别重要。首先，打开学校的官网，查看学校的历史和声誉，查看学费和奖学金，然后浏览学生人数，了解各国国际生的比例，然后呢，再查看学校提供的课程和课程体系，确保学校具有这种必要的国际的认证。还要了解有哪些课外活动和俱乐部，然后我们还要查看升学率，查看学校过往的 IB 成绩，以及学生毕业后考取大学的去向。而实地的访校才是选校的最重要的环节，对于确定学校是否适合孩子非常有帮助。访校前先邮件联系，简单介绍一下孩子的情况，然后呢就定好访校的日期。访校时，前面提到过，我们全程都陪同孩子，孩子可以带着简历、成绩单，还有任何可以展示他的能力的证明。
访校前呢，就要准备好这个想问的问题，带着问题去。就比如要详细的了解一下招生流程、教学的方式、考核的方式、校长的履历、师资力量、班级人数和师生比，对英语不流利的学生采取什么样的教学策略。还有就是重视中文教育的家长还可以问问中文课程的安排，还有看看学校提供哪些特殊的课程和考试，还可以再问问第二外语学习，还有学校的艺术、体育的教学。第二呢，就是要考察学校的设施是不是很齐全，维护的水平如何。第三就是观察学校师生互动的情况，看看这种情感交流的方式是否符合预期。最后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关注一下学校老师的国籍比例。那么除了访校呢，我们可以根据将来大学想去的国家，还有毕业生的去向来选择相应的学校。最后呢，我认为学校的实力也是很重要的。我来说说我对海外国际学校的了解。先讲讲美式学校。在美国本土以外呢，采用美式课程的这个学校可以分成美国海外学校和美式学校。我更推荐前者。这个我以后把我知道的可以具体讲一讲。而英系的国际学校，我推荐呢，英国国际学校理事会 COBIS 认证的英国国际学校。还有一类学校也很不错，属于著名的国际学校集团，在世界各地拥有多所学校，就比如说 UWC 等等。我们到底选择了哪所学校呢？经过仔细的筛选，我们最终锁定了2所学校，一所是美国学校，一所是英国学校，并且先后收到了这2所学校的录取通知。我们就和孩子一起罗列了2所学校的优缺点，并进行了讨论。首先，美国学校的学生没有校服，大家看起来非常轻松随意，还自由开放。英国学校的学生呢，穿着讲究的校服，非常的有礼貌和规范。第二就是美国学校呢，就更现代化，初中开始为每个学生都配发电脑。而英国学校呢，规模较大，历史悠久，设施齐全，建筑风格古典。第三就是美国学校从初中开始就采取了这个走班制，如果学生感觉难度较低，就可以申请读高年级的课程。而英国学校的管理呢，更为严格，采用这种班级制，一些课程会按照难度的层次来分班授课。第四，美国学校是1956年建校，相对就比较年轻，但是它是美国国务院在葡萄牙支持的唯一一所国际学校。而英国学校1932年建校，已经通过了 COBIS， 历史更悠久，在当地知名度更高，成绩相对也更优秀。孩子说他特别想来这个葡萄牙上学，因为每一次访校，这里的老师都一直对他微笑，让他感到特别开心放松，感觉老师都很和蔼可亲。比较了2所学校后，孩子最终把选票投给了美国学校。他看到英国学校学生们循规蹈矩、彬彬有礼地打招呼，就让他联想到了中国学校的情景。另外，他还提到了英国学校严谨而规范的录取流程，与美国学校开放自然的录取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他被这个美国学校的开放性、自由度所吸引，因为那里的教育与国内截然不同。相比之下呢，英国学校给人的感觉就更注重纪律，要求也像国内学校一样一丝不苟。在新环境中，我们给孩子一个方向，但真正的决定权还是在他们手里，这样他们就不会怨恨地说都是你们帮我做的选择。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我们忘掉人脉，
不要受到他人意见的影响，而是去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。